战印，姐说你不吃东西，是吗？你要是不吃呢，饿坏了身体，伤了胃，我可不会帮你调养你的胃哈。海童威胁他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要吃好喝好睡好，我回去看到你要是瘦了，精神不好，我决定1个月不理你。战印苦哈哈的道，老婆，你抛弃了我，还要威胁我，你好狠的心呀。对，我就是狠心，谁叫你老是抱怨我忽略你，现在就让你尝尝真正被忽略的滋味。我准备出门了，不和你聊了，你老老实实的吃完我姐给你煮的那碗面条，然后老老实实的工作。等我回家9月1号之前，我肯定会回去的，洋洋要上学呀。说完，海童还小声说了句，战印，我好爱你的，也不管战印能否听清楚。他挂了电话，把手机还给了战浩宇。洋洋，咱们出发了哈。海童招呼着外甥，洋洋马上背上他的小书包，小跑过来，边跑边应着，小姨，我准备好了。战浩宇把手机揣回裤兜里，然后一把抱起了洋洋，笑着，三叔送你们去机场坐飞机。他又对海童说道，大嫂，你和奶奶昨天刚到的，还没有好好的逛逛江城呢，又要走了。奶奶一把年纪了，这样折腾啊，受得了吗？老太太接过话，奶奶就是要一直折腾，身子才能好，要是天天在家里坐着吃闲饭，身体才不好，因为缺少运动。放心吧，奶奶肯定要折腾到可以抱曾孙了再收心。她老人家的身体情况，她自己最清楚啦，趁还能折腾，到处玩玩，就以后真的走不动了，想去玩都没有机会了。奶奶，我这不是心疼你吗？你老多住几天，再去其他地方玩也是一样的。战浩宇当然知道奶奶的身体很好，他们也时刻留意着奶奶的身子骨，若是有点不舒服，就赶紧带奶奶看医生，不让小病拖成大病。放心吧，过几天我和你大嫂就会回到江城的，到时候你帮我约上乔涵，就说我请他吃饭啊。战浩宇黑眸闪烁几下，笑道，乔总会说奶奶来了，是贵客，他给你老接风洗尘也行，反正奶奶只想和他一起吃饭，奶奶请客也行，他请客也可以。老太太相当的不客气，乔涵是他相中的孙媳妇，人品自然是好的。对了，你的房子买好了吗？买下来了，有奶奶帮我安排的风水师帮忙，我少花了点钱就买下了那栋别墅，离乔总家里近一点。这才是重点。老太太呵呵的笑，那就行。近水楼台是先得月，就看你什么时候能捞到月了。战浩宇嘴角直抽，他还是忍不住抱怨着奶奶。我每次看到他都觉得自己心里不正常了，搞得我都很想去看心理医生。而且他乔装打扮20几年，一点破绽都没有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乔涵下嘴。别人追妻可以送花，送各种礼物，哄得女孩子开开心心的，他却不能送女孩子喜欢的奢侈品，因为乔涵都不用那些东西，估计也不喜欢。送男人喜欢的礼物吧，不是不可以，只是他3不5时送礼物给乔涵，容易引起误会，到时候江城的余悸肯定会猜疑，认为他是同性恋。战浩宇觉得自己早晚会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的。奶奶，战浩宇放下了洋洋，让洋洋跟着海童走，他才小声问着奶奶，你是怎么发现她是个女人的？哇，有证有据吗？你别管奶奶是怎么发现的，奶奶有证有据，不过不能告诉你，你自己想办法去。臭小子，想套他的话没门。战浩宇，奶奶，我是你亲孙子呢，你这样为孙子着想，干脆就好人做到底吗？看，我都准备按奶奶的要求去做了，只要奶奶告诉我，我敢说过年就能带着未婚妻回去给你老人家拜年了。太容易得到不懂得珍惜。老太太拒绝告诉战浩宇她是怎么发现乔涵是个女子的。
这小子刻意拖了半年才开始行动，还是因为老二和宁云初订婚了，他被他爸妈念叨，也被他叨叨了一顿，烦了才借口出差跑到江城来避难的，也是决定行动了吧，否则这小子不会跑到江城来吧。战浩宇，我倒是觉得大哥得到的最容易，啥都不用干，直接就和大嫂领证了，奶奶还是最疼大哥呀。他们都要自己追妻，大哥就不用追妻，直接领证结婚。老太太斜睨着他，当初我在群里问你们，谁愿意代替奶奶报恩，以身向许彤彤的时候，哎，你们是怎么回答的呀？个个都避之不及。奶奶只得拿你大哥开刀，谁叫他是老大呢？战浩宇顿时无话可说。你大哥和彤彤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甜蜜的，他们一路走来也有风有浪，因为一起经历了风浪，你兄嫂感情才好。只要你嫂子出一趟远门，你大哥就像丢了魂似的。战浩宇忙道：奶奶，我知道了，我不走捷径了，不抱怨奶奶偏疼大哥了。老太太呢，哼了2声，奶奶没有直接往你床上塞个女人，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。战浩宇，是，谢谢奶奶的高抬贵手。哎，你老缺钱花吗？我给奶奶转点钱，奶奶和我大嫂放心的玩，要玩的开心，吃好住好，有什么好玩的？好吃的回来时给我也带点。老太太不客气的道，你要孝顺奶奶，奶奶总要给你机会孝顺的，奶奶的账号你是知道的。我送奶奶去机场回来后，就给奶奶转账。出了酒店，战浩宇的车子已经停在酒店门口，他帮奶奶和大嫂把东西放上车，再扶奶奶上车，老人家都不用他扶，他虚扶了一把，就抱起了洋洋，还在洋洋的脸上亲了亲，对洋洋说道：洋洋要记得想三叔哦。洋洋玩得开心，就没时间想三叔，三叔不要生气哈。洋洋觉得跟着小姨和太奶奶出门玩特别开心，玩疯的时候他连妈妈都不想，哪里会想三叔呀？听着洋洋的话，老太太笑着，就是洋洋玩得开心的时候，哪里会想起你？战浩宇说着洋洋，你哄一哄三叔也好呀，老是说实话，让三叔难受。洋洋闪烁着大眼睛，说道：妈妈和小姨都教我，要当个诚实的孩子，不能说谎的。他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就妈妈和小姨教他的话，他都记住了。海童笑道：对，洋洋是个诚实的孩子，好孩子就是不能撒谎。洋洋往小姨怀里钻去，海童呢抱起了他，让他坐在自己的大腿上，笑着对战浩宇说道：浩宇，你在洋洋的心里排名很后的呢，可能老九都排在你面前。洋洋还会经常问起九叔，倒是没提过你这个三叔的，因为战浩宇很少和洋洋见面，更不要说陪着洋洋玩乐了。老九陪着洋洋疯玩过，小家伙就记住了九叔，时不时还会问海童他什么时候才能和九叔玩。战浩宇上了车，他边开车边说道：大嫂以后常带洋洋去管城大酒店吃饭，洋洋就会跟我熟悉了。海童笑：你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在管城大酒店。战浩从就笑笑不接话了。奶奶他们的时间是1年为期，现在已经过去了大半年，他再不加把劲，今年过年游游山庄的大门可能都不会为他开。战浩宇送着老小3人去了机场，那在海童上了飞机后，他才从机场回来。他没有直接回酒店，而是驱车去了乔氏集团。乔氏集团和战氏集团不一样，没有双休，每周只有周日才能休息。他是第一次来乔氏集团，虽说在江城也有不少人认识他战浩宇的，但是乔氏集团的人却不认识他，哪怕他报上了自家大名，也被前台拦着。等前台打了内线电话，通知乔涵的秘书，又由秘书请示过乔涵后，战三少爷才能见到乔涵。乔涵在处理着文件，战浩宇在秘书的带领下敲门而入，进入他的办公室，
就看到他办公桌上堆着很多需要他查阅批示并签名的文件。乔父在公司里还挂着董事长之名，不过实际上掌管着乔氏集团的人已经是乔涵。乔总，这战总来了。乔涵的秘书是个男人，战浩宇能理解他用男秘书的原因。她虽是个女人，但她一直女扮男装，比男人还像男人，又拥有着高颜值。用女秘书的话呢，他担心女秘书会爱上他。现在呢，他的爱慕者都众多，可以说他是很多女孩子的梦中情人。那男秘书走到乔涵的办公桌前停下，恭敬地对乔涵说道：“请战总坐下，给战总倒杯水。”乔涵低沉地吩咐着，他的视线还停留在文件上，片刻便拿起签字笔在文件上签上了他的名字，然后合上了那份文件，起身绕出半月形的办公桌，朝战浩宇走过去。男秘书已经给战浩宇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乔总。战浩宇站起来，等乔涵近前了，他伸出右手与乔涵握手。乔涵大方地与他握了手，然后重新请他坐下。男秘书走向办公桌，帮乔涵端来了他还没有喝完的一杯咖啡，轻轻地放到了乔涵的面前。恭敬地道：“乔总，我先出去做事。”乔涵点点头。等男秘书出去后，乔涵望着战浩宇，两个人四目相对，都从对方的这眼神里捕捉到探究。战总的房子看好了吗？乔总主动开口，他状似关心地问着，其实态度还是疏离淡冷。不知道战浩宇突然来公司找他所谓何事，他们俩没有什么交情，严格来说，他们还是生意上的对头呢。乔涵猜不透战浩宇的来意，他没有直接问，便拿房子当作话题。否则两个人坐在这里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会很尴尬。看好了啊。战浩宇敛回了视线，不再与乔涵对视。他端起了秘书给他倒的那杯温开水，尖尖地喝了2口，放下了杯子，笑着对乔涵说道：“我能在御怡别墅区买到房子，多得乔总的帮忙。为了感谢乔总的帮忙，我想请乔总吃饭，不知道乔总中午有没有时间？我也没有帮到你什么忙。”战总客气了，我中午有个饭局。乔涵婉拒了战浩宇请他吃饭。战浩宇笑道：“没事，乔总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再请乔总吃饭。乔总帮了我，我就欠乔总的人情。我这个人最不想欠的就是别人的人情。乔总一定要给我一个还你人情的机会呀，否则我天天惦记着乔总。”乔涵想了想后说道：“明天吧，明天我们公司全体休息。我也有点空闲的时间自由安排。周一到周六他的行程都被排得满满的，就很难挤出时间给战浩宇还他的人情。”乔涵不觉得自己介绍战浩宇买御怡别墅区的房子是帮了战浩宇，但是战浩宇硬说他帮忙了，说欠他的人情，坚持要还他的人情，他只能挤点时间给战浩宇还人情了，免得战浩宇真的天天惦记着欠他的人情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明明战浩宇就平易近人，能说会道，跟他相处轻松快乐，可是乔涵却不想和战浩宇来往密切。战浩宇在管城呢是被人称为笑面虎的。乔涵从来不会把这个贱人三分笑，对谁都能聊得欢的男人当成和善的人。他能被其兄委以重任，管着战氏集团旗下的餐饮业，说明这个男人是很有能力的。在商界混得开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个真正和善的人？都有着很辣的一面。乔涵不想和战浩宇为敌，也不想和战浩宇成为朋友，保持着一大段的距离最好。那好吧，明天我请乔总吃饭。乔总介意在丰泽酒店用餐吗？要是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去你们乔氏的广元酒店消费。乔涵说道：“战总决定就好，我无所谓，在哪里都是吃饭。乔总应该还没有在我丰泽酒店吃过饭吧？”乔涵默了默后说道：“
吃过几次，不过他很低调，没有让人认出他的身份。他去丰泽酒店用餐，主要是去看看自家酒店对头的装潢，服务呀，以及饭菜口味好不好。战浩宇黑眸闪烁，笑问道：“能让乔总去了几次，说明丰泽酒店还不错吧？”乔涵承认地道：“你还没有接管丰泽酒店的时候，丰泽酒店各方面都不如我乔氏的广元酒店。等你接管了你们家的餐饮业后，丰泽酒店只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与我广元酒店齐名，并且打成了平手。我是乔氏的当家人，虽说餐饮业不是我亲自负责，身为当家人也会关注集团旗下的各行各业怎么样了。一家不如广元酒店的忽然就追上了我们，我总要去了解一下的呀。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，就是他们知道了丰泽酒的一切，确实无法再把丰泽酒店压下去。乔氏集团负责餐饮业的总经理压力也挺大的，他们广元酒店在江城属于老牌子了，成立几10年。丰泽酒店是战氏集团过来投资打造出来的酒店，成立的时间只有广元酒店的1半，但是如今在江城最出名的、最有实力、最火爆的酒店，丰泽酒店已经和广元酒店并驾齐驱了。乔涵去丰泽酒店暗中了解过后，丰泽酒店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就是在服务上做到最好，在饮食上也做到最好。酒店经过翻修后，装潢大气，有一股低调的奢华。乔涵肯定了丰泽酒店在江城的地位，就等于是肯定了战浩宇的能力。他笑眯眯的：“乔总去我丰泽酒店的时候，想必是悄悄去的。明天我亲自去你家里接你，高调的请你去我丰泽酒店。以后乔总只要想换换口味，可以直接过来，我给你有请假。”我以为战总会说给我免费呢。乔涵难得的打趣了战浩宇一句。战浩宇笑道：“乔总去我丰泽酒店的时候，我个人可以包揽乔总在酒店里的所有消费。”乔涵就笑了笑：“那我先谢谢战总了。战总的房子花了多少钱买下？”乔涵换了一个话题：“低于你们入手时的价钱。”乔涵微愣一下，明显是不太相信。他说道：“我入手的时候是第一手房源，价钱是最便宜的，后面的房价一路飙升。战总竟然能低于我入手时的价钱买下那栋别墅。他听管家提起过，那栋别墅叫价是比他刚买的时候要多几百万的。战浩宇坚持要买寓意别墅区的房子，他才会帮战浩宇牵线。虽说战浩宇不差钱，他以为战浩宇看过房子后可能会考虑不买的，没想到战浩宇不仅买了，还低于他入手时的价钱。战浩宇问他：“乔总是不是很感兴趣啊？”“是挺感兴趣的，战总杀价的本事很强吧？我们家的男人都很会杀价，可能就我大哥碍于身份和面子，不怎么杀价吧。不过他当初和我大嫂一起过着平淡的生活时，也为柴米油盐操过心，杀过价的。最会杀价的估计就是我了，毕竟我管着吃的，总想着用最便宜的价钱买到最好的食材，就做出最好吃的饭菜。”战浩宇自夸地道：“我昨天去看房的时候，带着我的风水顾问去的。”他也只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便没有再说下去。以乔涵的聪明才智，能明白他的用意。乔涵，战总很信这些？战浩宇答道：“我奶奶很信，我们不可避免的也会信一点。比别人了解的也多一点吧。”良久，乔涵说道：“我不知道还能这样操作，还以为战总要多花几百万呢。现在便宜多少钱？比你入手时的总价便宜了1万块钱。”乔涵：“好吧，那便宜1万块钱也是便宜了。乔总，还有件事想请你帮帮忙的。”战浩宇灼灼地锁着她俊美的容颜，心里想着，她若是个女的，也会爱上乔涵。着实是魅力无边呀。就不知道她换上女装，留着长发，
化着妆时会是何等的倾城倾国。战总请说，我若是能帮到你的，一定会帮你的。乔涵说着客套话，心里却觉得战浩宇有点多事。虽说这里是江城，不是战家的地盘，但战氏集团在江城的生意也不少的。战浩宇也在江城耕耘了数年，有了不少的人脉，他就不信他没有人帮忙。房子买下来了，但是还需要装修，就需要请设计公司帮忙设计。在装修啊，乔总能帮我安排一下吗？你们乔氏集团也是涉及到房地产的，我想这点乔总肯定能帮到我的。对于乔总来说，那也是小事一桩，这个可以，我让人给你安排一下。你们到时候聊聊，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，跟他们说清楚就行了。战浩宇又是一阵感谢，谢过了乔涵后，他说道：乔总，你看你又帮了我，我又欠了你的人情，只请你吃一顿饭都还不清欠你的人情。天气这么热，江城又是沿海城市，明天我请乔总去海边度假，冲浪、出海游泳，再吃海鲜大餐，怎么样？乔涵是男是女的，一起游泳就知道了。战总不用客气，我那也不是帮你的忙，是揽生意呢，又不是免费帮战总装修，我就一天的休息时间，通常都是在家里睡懒觉的，很少出去散心，不能陪战总去海边游泳了。乔涵乔装得很好，但是要游泳的话，把衣服一脱，他就会穿帮。这种事啊，他怎么可能会去做？那就算他去游泳，也是让人提前清场，不允许任何人接近，饶是如此。他也不能放心的畅游，那顶多就是下水一会儿就赶紧起来。乔总，咱们坐着的位置都是压力极大的，难得休息就要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解解压。乔总若是不想去游泳，那乔总最喜欢做什么运动？我陪乔总。这女人肯定是心虚，才拒绝他的游泳邀请。那他扮男人扮得再像，是男是女，只要一脱衣服便可见真章。不过战浩宇也不着急，毕竟两个人还不够熟悉，慢慢来。等到熟悉一点了，他一步步进攻，总能见到真章的呀。起码我心情不好，压力过大的时候，就喜欢去我家的牧场策马奔腾。战浩宇眼里都是笑，巧了，我家也有牧场，平时我们兄弟几个也喜欢去骑马。那明天我陪乔总去骑马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乔总还在忙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去接乔总。战浩宇说完，立即起身告辞而去。他没答应去骑马呀。乔涵当即掏出手机，本想给战浩宇打电话的，想了想后放弃了，随即把手机放在桌面上。他也很久没有出去走动散心了，有个人陪着他去骑马也好。静坐了片刻后，乔涵再次拿起了手机，给自己的孪生弟弟打电话。等到乔轩接听电话后，他说道：乔轩，你帮我去打听一下战浩宇这次来江城的真正目的。乔轩本能地道：他来江城能有什么目的啊？他们家在江城也有生意，他会过来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看似是正常，但我总觉得不正常。乔涵是觉得战浩宇似乎在接近他，怎么不正常法？姐，他是不是算计我们？乔轩对于姐姐的话还是很信服的，他们是孪生姐弟，姐姐就比他大了10分钟，却像是比他大了10年似的，做事比他周全多了。就有时候呢，他都希望姐姐变成哥哥，那样他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不用考虑接班的事。虽说姐姐也可以接班，但是姐姐将来嫁人后，要是婆家离得远，还怎么打理公司的事？最终还不是要她接管家族事业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直觉她这次过来不正常，所以才会让你去打听调查一下。她跟我说的是被家里长辈催婚，催得太厉害了，她为了耳根清净才会跑到江城来避难的。乔轩扑哧的笑了，姐，他说的话100%是真的。我也听说了，
他们家老太太盯着他兄弟几个呢。的确是催婚催得厉害，战少已婚，战二少爷刚订婚，战浩宇是排第3的，只比战二少爷小3个月而已。催婚催到他头上，正常的很。乔涵沉默，他还是觉得战浩宇心怀鬼胎，但说他想坑他又不像，就是觉得他在刻意找机会和他相处，让他介绍房子，又帮他介绍装修队，就这些小事情他自己都可以办妥的。哎，他却让他帮忙啊！他帮了，他又说欠他人情，要请他吃饭，要请他去游泳。他会不会怀疑他是个女人？姐，你从哪一方面觉得战浩宇这次来江城是不正常的行为？一过来就去我们家这拜访咱爸妈吗？乔轩是不在家，不过战浩宇登门拜访的事，他知道的，爸妈还热情地挽留战浩宇留在他家里吃饭呢。不是，他登门拜访那是出于礼貌。我们家与苏家多少都有点交情，战家与苏家却是铁交情。南少的婚礼上，我们与他同桌吃饭，他会来拜访，挑不出毛病。我是觉得他似乎刻意接近我。阿轩，姐最近没有露出破绽吧？乔轩说道，没有，一点破绽都没有。姐女扮男装20几年，连你那些同学都不知道你是个女人呢。不说他们，你亲弟弟我，跟你一母所生，还是孪生的。每次看到你，我都是不由自主的叫哥。你比我还像男人。战浩宇跟咱们接触的次数5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，怎么可能知道姐是个女的？姐别太多心，他也没有那个本事吧，除非他有火眼金睛。姐姐女扮男装20几年都没有被人发现，战浩宇不过是见过姐姐几次就怀疑了，那岂不是打了江城一城人的脸？战浩宇再聪明，也不能碾压整个江城人吧？那听了弟弟的话，乔涵一时间反驳不了。也是，他都扮了20几年的男人，连假的喉结都有，除了声音始终无法和真男人那般低沉，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破绽的啊。那战浩宇又没有火眼金睛，不可能知道她是个女人。不过吧，姐长得这么好看，扮成男人也是英气逼人。咱们江城的那些年轻女人，只要见过姐的都会被姐迷住，爱慕姐姐。说不定战浩宇是个同性恋，以为姐姐是个美男子，看上了姐姐呢。乔涵脸一黑，阿轩，你先帮我摸清战浩宇的来意，还有去打听一下他的私事，看看他是不是同性恋啊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打听打听。姐别想太多了，可能战浩宇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乔氏打好关系，姐是咱们乔氏的当家人，他和姐搞好了关系，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。乔涵默了默后说道，我们2家公司也没有太多的矛盾，一点小矛盾那是正常的生意竞争。战浩宇不会因此就想着讨好我，接近我的，反正战浩宇不会质疑姐的性别问题的。姐就放100个心吧，我马上去打听打听，拿不出证据来，他姐都会多想的。乔涵嗯了一声，便结束了与弟弟的通话，把事情交给孪生弟弟去调查，他也放心，暂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他起身回到办公桌前坐下，继续投入繁忙的工作当中。管城、陆家，被老婆抛弃在家里的战大少爷，不用保镖跟随，独自开着他那辆劳斯莱斯呢，驶入了陆家大宅。陆家的管家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，看到是战印的车架，他脸上挂起了笑容，快步地走向那辆刚停下来的车子。战少，你来了呀？管家站在车子前，战印下车后，他含笑地问好。看到战印从车上拿下了补品，管家连忙从战印的手里接过了那些补品，请着战印进屋。就你们4少还好吗？战印边走边问着好友的情况。陆东明出院后是住回了陆家老宅，老宅占地更广，院子里更宽敞一点。他坐着轮椅，让人推着他在院子里散散心，有利于他身心的康复。提到了陆东明，管家脸上的笑容敛了起来，叹口气说道：
四少爷出院后，脾气见风长，比住院时更甚。先生和太太都拿他没办法。说着，管家再次叹口气。看到四少爷那样子，管家心里也难受。他在陆家老宅工作多年，在老夫人还活着时，他就在陆家工作。那时候四少爷还是个冲动的毛头小子。可以说呢，他是看着四少爷一路成长的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如今却是连自己走2步的路都做不到。那四少爷只要离了轮椅，就会摔倒在地上。有时候他发脾气，还会连同轮椅一起栽倒在地上。主要是四少爷太心急了，心急的想站起来。东明现在哪里？战印关心地问道。我去看看他。四少爷在后院，就他一个人，不允许我们任何人去后院。他说他要自己静一静，不想让大家打扰他。战印脚步顿了顿，还是跟着管家进了屋。先见过陆先生夫妻俩，寒暄了几句后，战印便起身，对陆先生夫妻俩说道：伯父、伯母，我去看看东明。陆先生点点头，你去吧，你们是最好的朋友，可能东明愿意见你的。阿印，你多开导开导东明，叫他不要着急，他一出院就想着站起来，想自己走路还不能做复健的，他却心急的要做复健了。陆太太脸上满是心疼，又担忧地的，我怕他这样心急会适得其反。战印恩着伯母，我会劝劝东明的。我去后院找东明了。战印呢，走出了主屋，往后院走去。他经常来陆家老宅，很熟悉，不需要任何人带领，他独自去了后院。陆东明在后院的一块草坪上练习走路，他腿伤还没有完全康复的，每次站起来，他都要忍受着钻心的疼痛。他咬着牙，忍着痛，抖着腿，艰难地迈出一步，那脚踩在草地上，他又要忍受阵阵的痛楚，才能站稳，然后再移动另一条腿。往往才走了2步，他就会整个人扑倒在地草地上。选择在草地上行走，是觉得摔倒了也不会太痛，摔倒了他要重新爬起来，又很费劲，不过他依旧坚持着。为了能重新站起来，能重新走路，他的额上、脸上全是汗珠，那汗珠如雨点呢，不停地滴落。因为疼痛，他的脸色也变得苍白苍白的。2根拐杖早就躺在了草地的角落里，安安静静的。草地的周围是绿化带，那些绿化带被园丁修剪成了花篮，或者动物。陆东明连同轮椅都在草坪上，他就摔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时，战印都看不到他。战印是路过那片草坪的时候，隐约看到了轮椅，才停下来，然后走进了草坪里，便看到了爬在草地上的陆东明。他整个人就完全趴在地上，脸也贴着草地。可能是太累了，他暂时还没有力气再支撑着自己站起来。这战印来了，他还是很快就知道了。他扭头看到是战印，就便费力的要爬起来。东明，战印快步上前要扶他。别扶我呀，我自己能起来了。那陆东明立即呵斥着好友，不让好友挽扶他。战印只能站在他的身边，心疼地看着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起来。战印赶紧推来轮椅，让他坐下。见他脸色苍白，一头一脸都是汗，战印想掏包纸巾，摸了摸裤兜，他没有带着纸巾，只得推着陆东明走到阴凉的地方，对陆东明说道：东明，你不能一个人在这里，太阳越来越毒辣，你会被晒中暑的。陆东明自己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说道：我刚来的时候那里还是阴凉的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太阳渐渐往正中间移去，那里就被暴晒到了。我轮椅后面装着水和纸巾的。陆东明说了句，战印忙拿下挂在他轮椅后面的袋子，打开袋子拿出一瓶水递给他，又拿出一盒纸巾，抽了好几张纸巾递给他擦汗，说你要练习走路也要挑时间，
最好就是早晨和傍晚，那时候太阳没那么毒辣，也清凉一点。陆家的后院种了不少的树木，算得上绿树成荫，较为凉爽。还有，你不能独自一个人，就万一出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人知道。陆东明擦了汗，喝了小半瓶的水后，说道：“我带着手机的撑不住了，会打电话给他们，让他们来推我回屋里去。战印，我想快点康复，快点站起来，快点走路。我想重新去追求海玲。”陆东明心急，还是为了海玲。虽说呢，周红林现在躺在 ICU 里，生死未卜，他暂时不用担心有人跟他抢海玲，但是海玲越来越优秀，他担心在自己残的这段时间里，海玲的身边会出现其他的追求者，一天不把海玲娶回来，陆东明都不能放心。东明，我知道你想快点站起来，恢复如常，可你也不能着急的。医生说你还是要静养一段时间才做复健的。你这样心急，万一适得其反。我姐那里没事，你暂时不用担心她身边会有新的追求者。她现在忙着创业，忙着赚钱，压根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心情去考虑感情的事。况且她一直强调她不想再嫁的。战印就安抚着好友，话是这样说，陆东明还是不放心呀。毕竟人心是会变的，海玲现在不想再嫁，万一遇到一个她很喜欢的男人，对方又肯接受洋洋，视洋洋如亲生的，海玲就会改变主意。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陆东明换了话题，你老婆没有跟着你一起。陆东明后知后觉，发现了好友的不对劲。战印是出了名的妻奴，宠妻狂魔，平时忙于工作，都经常和海童出双入对。大周末不用上班，按理说，战印应该像海童身上的挂件一样的，怎么会独自来陆家看他？战某少垮着俊脸，说道：“别提了，我老婆被拐跑了，我现在和你一样可怜，心爱的女人都不在身边。”陆东明扭头错愕地看着好友，不敢置信，哪个男人那么厉害？哎，能把你老婆拐跑啊？他比你还帅，还优秀，还爱海童。在陆东明的眼里，战印是最爱海童的男人。战印苦笑的道：“他不是男人，是女的，他就是那么厉害，比我厉害多了，轻轻松松就把我老婆拐跑了。现在我老婆换了新手机号码，都不让我知道，不给我发信息，完完全全的忽略我了。”从大姨姐的嘴里，战印明白了奶奶为什么会整他，原来是他老是抱怨海童，惹怒了他奶奶，觉得他不识好歹，就拐跑了海童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忽略。他就说嘛，奶奶不会无缘无故就出手的，总有原因的。只是他没想到，自己就抱怨了几句，奶奶就心疼彤彤了。果然，在奶奶眼里，孙媳妇才是最重要的。孙媳妇是用来疼的，孙子就是用来整治的。